几天前，泽连斯基面对镜头露出讥笑，称自己并不惧怕特朗普。1小时后，他的官邸被乌克兰反腐机构突袭搜查，他的亿万富翁朋友仓皇逃出国外，他的多名部长应声落马。在乌克兰首都基辅的中心独立广场，人们聚集于此抗议示威，矛头并非指向俄罗斯和普京，而是直指他们曾经的希望——总统泽连斯基本人。泽连斯基是恶魔，系统性腐败正在摧毁乌克兰。示威者们举起这样的牌子，重提泽连斯基2019年那个响亮的竞选承诺：一旦政府内部出现腐败，他将立即辞职。如今这句话像一枚回旋镖。就在广场不远处，乌克兰国家反贪局一场历时15个月、代号顶级腐败的调查，正将泽连斯基的核心圈子卷入漩涡。调查的焦点竟是一个纯金马桶和塞满欧元现金的柜子。这些奢靡符号的主人正是泽连斯基长期的好友与商业伙伴季穆尔·明季奇。这位涉足房地产、化肥、银行及钻石贸易的大亨，最为人知的身份是泽连斯基政治生涯的起点95街区电视制作公司的长期合伙人与共同所有者。对，就是那个拍摄小泽最出名的电视剧《瓦夏的故事》的公司。在泽连斯基从喜剧演员蜕变为总统的历程中，明季奇一直是其亲密无间的朋友，生日派对的座上宾。然而根据反贪局公布的调查结果，这位总统的老铁在战时却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调查指控明季奇是犯罪团伙的共同策划者，他操控着一个被称为洗衣房的洗钱网络，专门清洗犯罪所得。该计划涉及的金额高达1亿多美元，牵涉多家大型国有企业，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负责核能安全的乌克兰国家核能公司。乌克兰反贪局发布的视频显示，腐败案涉及的是防御能源设施免受俄罗斯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的公示承包商。在乌克兰民众每日忍受轮流停电之际，高层官员却通过基建项目收取回扣，声称收回扣能保护发电站免受俄罗斯导弹攻击。这些曝光引发了公众的强烈愤慨。乌克兰真理报的标题直接写道：总统好友如何在战时掠夺国家。反贪局探员在突击搜查中发现了据称由明季奇录制了超过1000小时的商业伙伴对话录音，其中包括泽连斯基本人在明季奇公寓使用暗语的对话。没错，这位热爱镜头的总统可能很快就要被迫解释，当他以为无人接听时，自己究竟说了什么。更具戏剧性的是，就在反贪局调查人员抵达明季奇的基辅豪华公寓进行搜查的数小时前，他和其他几名主要嫌疑人都已得到线报，并乘车成功逃离乌克兰。网络上随即曝光了他公寓内部的照片，包括那个已经成为腐败象征的纯金马桶与前线士兵缺弹少粮、平民挣扎求生的景象，形成了极为讽刺的。随着调查的深入，政治余震迅速爆发，丑闻直接导致了乌克兰内阁的2名核心成员下台，司法部长哈卢先科与能源部长赫林丘克在压力下提交辞呈。反贪局指控哈卢先科从明季奇的计划中获得了个人利益，作为交换，他出让了对能源部门资金流向的控制权。尽管赫林丘克未被指认从中直接获利，但作为能源系统的最高负责人，他难辞其咎。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 X 上发布视频，公开要求2人离职，试图与这场丑闻划清界限。但他的断腕之举看似果断，实则被动，更像是一场危机公关下的被迫选择。他还对明季奇实施了个人制裁，但这一切都发生在他的亲密朋友已经成功逃离了乌克兰国内之后。与此同时，政界人士正准备迎接更多可能重创这位战时领导人亲密盟友的爆料。然而，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安德烈·伊尔马克在这个时间站出来为泽连斯基开脱说，所有国家都存在腐败，意思就是人人都在偷钱，别只针对我们。 It's necessary to understand that, unfortunately, corruption existing is everywhere. 但并非每个国家都通过国有企业洗白战时的援助，也更非每个国家都会眼看着总统亲信在反腐突袭其公寓前几小时仓皇外逃。这种傲慢令人震惊。当伊尔马克声称乌克兰的腐败调查是俄罗斯的抹黑史，德国工人正目睹本国工业被扼杀，法国家庭在超市里精打细算地数着自己的钱，全欧洲的退休老人被告知要为乌克兰哀悼，而数十亿资金却源源不断地输入一个将公款视为私人提款机的政权里。这场腐败风暴还是乌克兰国内2大权力集团总统核心圈子与西方支持的独立反腐机构之间的持续博弈。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效忠于泽连斯基，通过掌控司法和监狱系统在乌克兰拥有巨大权力。反贪局与特别反腐败检察官办公室则在政治和资金上得到了欧美政府的大力支持，行动层面还获得了西方安全机构的协助。4个月前，泽连斯基曾试图通过仓促起草的紧急法案取消国家反贪局及其姐妹结构国家特别
别调查局的运作独立性，将其纳入政府的直接管辖之下。乌克兰总统办公室给出了理由含糊其辞，他们声称这些机构可能被俄罗斯渗透，却始终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这一举动震惊了乌克兰的西方盟友，并在基辅引发了自战争爆发以来首次大规模反政府街头示威。在布鲁塞尔、华盛顿的外交施压与基辅街头民众抗议的双重压力下，泽连斯基最终选择了让步，反贪局得以保留其独立性，中断的调查得以继续推进，并最终酿成了今日这场极具政治破坏力的突击搜查。这次腐败案件的焦点之一是一家名为火力点的公司。战前这家公司仅仅是泽连斯基95街区团队用于电影选角的机构，然而战争爆发后，他竟奇迹般的转型为了一家价值数千万美元的军火制造商，获得了为乌军生产无人机的高额政府合同。更令人惊讶的是，他同时还负责生产最新研发的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这一切都是在没有公开竞标流程、缺乏基本透明度的情况下发生的。这种在战时利用内部关系获取暴利的行为，与10年前引发广场革命的腐败模式如出一辙。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当年前总统亚努科维奇的豪华别墅中，那只被发现的金马桶正是腐败的象征。而那场革命最终演变为与俄罗斯的全面战争，如今战争带来的收益与西方的援助似乎又被用于购买更多的金马桶。乌克兰的历史仿佛陷入了某种可悲的循环，腐败丑闻的冲击波迅速传到了乌克兰境外，动摇了其最需要维持的国际支持。波兰总理图斯克的发言颇具代表性，他说，如今波兰国内外支持乌克兰的热情已有所减弱，人们对战争及其代价感到疲惫，因此维持这种支持变得更加困难。他虽重申将继续支持乌克兰，但话锋一转，给出了恳切的警告，说若此类腐败案件持续曝光，我将更难说服国际伙伴继续支持乌克兰。我恳切呼吁乌克兰总统警惕腐败，因为纵容此类行径终将使你们输掉这场战争。波兰总统纳瓦罗斯基的表述则更为直接，他强调援助乌克兰的法律是最后一次签署。这些信号表明，东欧最坚定的盟友耐心也正在被消耗殆尽。与此同时，西方媒体的风向也正在转变。德国图片报以乌克兰正走向战略失败为题进行了报道，金融时报、彭博社等国际主流媒体也刊发了严厉的批评性文章，总结道，乌克兰不应再获得援助，任何资金都会被偷走。社论中称，乌克兰人民对政府充满不信任，现政权堪称一个火药桶般的混乱低效体系。同时，乌克兰的军事前线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战略要地红军城波克罗夫斯克的局势岌岌可危。这座位于顿涅茨克州中部的城市已被围困超过1年，如今巷战在已成焦黑废墟的苏维埃时代的公寓街区内激烈展开。若波克罗夫斯克失守，这将成为俄罗斯2年多来在乌克兰取得的最大战果，使俄军得以威胁乌军在顿巴斯防御的核心堡垒地带。前线士兵在流血牺牲，后方高层却涉嫌大肆贪腐，前方吃紧，后方紧吃。这种对比所形成的撕裂感，极大地侵蚀了乌克兰的士气和社会凝聚力。腐败正在无形中成为俄罗斯的盟友，从内部瓦解乌克兰的抵抗意志。对泽连斯基而言，他凭借反建制、反腐败的承诺上台，在战争初期成为西方世界的民主英雄。然而如今，他却深陷其核心圈子的腐败丑闻，并与试图调查此事的独立反腐机构爆发了激烈的冲突。这场危机标志着他政治生涯的一个决定性转折点。他已不再是能否继续连任的问题，而是关乎其战时领导合法性乃至历史评价的问题。尽管他试图通过罢免部长、制裁好友来挽回局面，但正如前文所述，损失已经造成，代价必然继续高昂下去。在我看来，围绕明基奇、司法部长、能源部长的腐败丑闻，标志着泽连斯基政治生涯终结的开始。这甚至不同于前总统波罗申科时代，当时高官通过供应价格虚高、难以获取的军事装备，从战争中牟利的事件。虽然同样腐败，但那些装备至少还有些实际用途。现在他这样就是纯纯为了捞钱而捞钱。记得当初乌克兰的广场革命被包装成一场反腐败运动，但泽连斯基周围人的贪腐程度似乎超过了历任总统的总和。这位西方宠儿如今成了最大的负资产，金马桶的神话再次上演，但这次冲走的是西方为他编织的完美人设。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乌克兰的小泽一直以战时领袖的形象受到乌克兰国内和西方的广泛支持。然而最近他的一项决定却引发了自2022年战争爆发以来最大规模的抗议，数千人走上乌克兰街头，人们高呼泽连斯基是乌克兰的耻辱。这是自俄乌战争开始以来对泽连斯基政府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重大抗议，起因是小泽的一手昏招。1周前，他在哄好特朗普以后，主导乌克兰议会通过了一项法案，该法案将乌克兰原本独立运作的国家
反腐败局和反腐败检察官办公室置于了总检察长的控制之下，而总检察长则是由泽连斯基本人任命的。这项法案在创纪录的短时间内强行被通过，且是在反腐败人员对一名在任部长泽连斯基盟友展开调查之后进行的。此前反腐败机构调查起诉了一大批泽连斯基的下属，负责征兵活动的官员被指控收受贿赂，将人员偷运出境，数十名征兵官员被捕，其中一些人藏匿了数百万美元、欧元甚至金条的现金。前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于2023年因涉及军需品采购价格虚高的丑闻而被解职。据国家反腐败局今年1月的报道，他的继任者乌梅罗夫因涉嫌滥用职权而正在接受调查。于是在上周，这项法案在短短几个小时内由泽连斯基和他的执政党提出，投票通过并签署了。在与俄罗斯战争的前线，乌克兰的士兵们表达了震惊和愤怒。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对泽连斯基的治理问题一直保持沉默，专注于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但这次七国集团的大使罕见发表联合声明，表达严重关切。纽约时报甚至评论，泽连斯基在欧洲的光环正逐渐暗淡。随着周三晚上第二波抗议活动的压力越来越大，泽连斯基退缩了。他看起来和特朗普相处这段时间学了不少东西，在听到人民在说什么后，特朗普标志性的承诺2周后解决问题也被责成学去了。然而他在暴露自己目的以后的退缩是无法安抚已然发觉不对的乌克兰人的。来自基辅的一位平民在采访中说，泽连斯基不应该低估他激起愤怒的深度。他说，人们很生气，大多数抗议者都明白俄罗斯正在利用这些镜头进行宣传，抹黑乌克兰，但与此同时，人们觉得这是他们唯一能被听到的抗议方式。另一位于2022年入伍的参与反泽连斯基抗议的乌克兰军人说，他不明白为什么官员们腐败成风，自己却还要继续在乌克兰东部前线作战。来自敖德萨的议员贡查连科是投票反对这些议案的13名代表之一。他说，周二早上，当我计划去议会时，我甚至不知道他们修改的法律是否存在。他们通过了委员会，然后通过了议会，然后议长签署了，然后总统就签署了。他在10个小时内就公布了，这令人难以置信。该法案在263名议员的支持下通过，另有13人弃权。更讽刺的是，投票支持的263名议员中，至少有17人正在被反腐败局调查。贡查连科是泽连斯基公开的政治对手，他认为这是一场立法闪电战，起因是总统办公室内对政府成员的调查感到恐慌，同时这也是泽连斯基巩固自己权力的尝试。随着与俄罗斯战争的持续，泽连斯基的支持率正在逐渐下降。此前泽连斯基政府还阻止了经济安全局独立负责人的任命，坚持安插自己的亲信。上个月反腐败局表示，怀疑现任副总理切尔尼绍夫在一项房地产开发计划中收受了35万美元的回扣，这笔交易导致政府损失了2400万美元。切尔尼绍夫在当时告诉乌克兰的报纸基辅独立报说，他绝对没有参与，也不会辞职。然而在上周的政府改组中，他被解雇了。然后在周一，乌克兰国家边境局安全部门对反腐败局进行了几次突袭搜查，据称是为了搜查一名俄罗斯间谍。乌克兰主要反腐活动家维塔利·沙布宁的家也遭到突袭，他被指控逃避征兵和欺诈。沙布宁在社交媒体上写道，泽连斯基正在利用战争迈向腐败的威权主义。第二天，在议会的匆忙投票中，2个独立反腐败部门就被剥夺了独立性。贡查连科说，泽连斯基正在变得专制，昨天他做出的选择是不可接受的。对独立执法的厌恶也不是泽连斯基独有的。事实上，泽连斯基的前总统波罗申科也与反腐败局发生过冲突，尽管他是在2014年亲欧盟的广场革命后上台的。国家反腐败局是在联邦调查局和欧盟的协助下成立的，反腐败检察官办公室则是在2014年推翻亲俄总统亚努科维奇之后成立的。国家反腐败局的工作是调查官员的腐败，而反腐败检察官办公室则监督反腐败局的调查工作，并根据调查结果进行起诉。这2个机构都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盟委员会的压力下成立的。欧盟委员会要求在反腐败措施方面取得明显进展，以换取贷款和加入欧盟。这2个机构都完全独立于乌克兰政府的运作，他们的继续存在和自治在乌克兰内外都被视为2014年革命无可争议的成果之一。尽管经常与波罗申科和泽连斯基政府发生冲突，但这些机构取得了一系列成功。现在乌克兰的盟友对泽连斯基的行为并不满意，经合组织反腐败部门负责人在致泽连斯基办公室的一封信中表示，对最近的事态发展深表关切。一位欧洲官员则直接告诉路透社说，乌克兰人正在考验盟友的耐心。但乌克兰内部的反弹最为直接，反腐败机构在周二的一篇 Telegram 帖子中警告称，该法律可能最终破坏乌克兰的反腐败体系。几小时内，抗议活动就在全国范围内开始，蔓延到了西部的利沃夫以及南部的蒂涅博罗和敖德萨，甚至基辅现任市长维塔利·克里琴科都参加了首都的示威活动。有一说一，乌克兰即使处于战争状态，1天之内就能组织全国的抗议，没有暴力和破坏他人财产的行为。参与集会的美
每个人都挥舞的是自己国家的国旗，在现代任何一个其他的西方国家，这都是科幻片，效率简直令人震惊。与此同时，乌克兰知名人士，其中许多是战争英雄，在社交媒体上都表示难以置信，基辅的一所大学宣布将撤销6名毕业生的学位，因为他们现在是议员，而且投票支持了该法案。泽连斯基为什么会犯这样的错误呢？也许他已经与乌克兰的民情脱离了太久，因为他最近几年花了太多时间在国外享受西方世界对他的欢迎和吹捧。他做这个决定，要么是他完全不理解自己所做事情的含义，要么是他的幕僚和下属向他提供了错误的信息，就跟袁世凯一样，幕僚纷纷告诉他，公众会理解你的，西方会选择性无视你的，无论接下来发生什么，这对战时的乌克兰来说都是一个分水岭。从现在开始，你会看到对泽连斯基的批评会越来越多，这次事件最大的意义就是打破了表达对泽连斯基不满的禁忌，因为人们以前会为了保持国家团结而进行自我审查，所以从现在起，泽连斯基在乌克兰国内将受到更强烈的批评，抗议活动也将继续蔓延下去。如果这项决定最终成为了阻止乌克兰加入欧盟的原因，这将是泽连斯基总统生涯最大的污点，不仅是对他，而且是对他整个的党派。基辅独立报在一篇措辞严厉的社论中写道，泽连斯基总统正在选择破坏乌克兰的民主制度，以扩大他的个人权利。代表乌克兰与俄罗斯斗争的同一个人，不能代表乌克兰民主的毁灭。尽管存在丑闻，但乌克兰宪法禁止在该国目前处于戒严状态时进行选举，因为在激烈冲突期间很难举行公正的投票，而泽连斯基的任期原定于去年5月就应该结束。现在这场闹剧不可避免的会大范围摧毁乌克兰军队的士气。目前欧盟也已经表示，由于这项新法律，欧盟将冻结对乌17亿美元的援助，占其对乌克兰最新一轮援助计划的1/3，更不用说这会给乌克兰的亲俄人士提供怎样的现成素材。之前欧美的右翼就一直在质疑为什么要援助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之一，现在这种怀疑得到了证实。泽连斯基扮演了3年乌克兰的救世主，在这个时候做如此错误的事，可以说是毁掉了这个国家之前的所有努力。现在特朗普倒是倒反天罡的成为小则少有几个真的捧捧吹吹伺候好就能哄开心给支援的国家领袖。